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社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吴告，大家好。好，那国内政治你当然关心，今天李珍秀落泪了 ，OK？ 好，所有这一切，包括对柯文哲他们来讲的话，那东大他儿子东大毕业能不能去？这所有这些好，那但是全球最关心的应该就是美伊战争打到你会发现国内的股市，全球也都一样，好吧？今天可以涨个1400点，明天可以跌个600点，然后今天又这样，完全不知道怎么办。荷姆斯海峡到底能过几艘船？以前大概70、80艘吧，现在有个1艘2艘就不得了了，然后莫名其妙一堆船被打。那到底美伊战争打到什么时候？来，创下，伊朗看起来是要跟美国卯上了。然后包括他们讲说你说新任的精神领袖，不管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截肢，但最起码发生就是复仇之战，打到底。美国有专地弹，你有末日飞机，有什么东西，他就是跟你打到底啊。今天是开战第15天嘛，而这15天下来之后呢，战场上的形势其实看起来大概大家心中都有数。但是战场外的外溢效果，那全世界随时在动荡，而这个动荡里面是川普和伊朗只要一打喷嚏，全世界都感冒。对，然后这感冒的核心就是荷姆斯海峡。你看这荷姆斯海峡本来就是全世界至少运油过去1/5是从这边经过的，而这个深蓝色的是主流船队，但是呢，整个破罐破摔之后，伊朗跟你破罐破摔。然后虽然飞弹已经被打掉90%，无人机被打掉83%，但是我有很多小艇啊，我有小艇，我不是布雷舰啊，我照样的可以去骚扰。本来最早的时候，21世纪开始实施小船的海洋上诉，就是伊朗的海军，所以他就继续搞。一搞之后呢，那全世界就有风险啦。这风险，所以会看到从26号开始，一路3月2号开始，船只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除了影子船队之外，大船几乎都不敢经过了。那不敢经过，几百艘的油轮卡在那边，然后呢，偶尔呢，连泰国我没事，我怎么也被打到？所以全世界都紧张了。那这油一弄之后，这个就是人员出了一个大状况了。而这大状况里面呢，那伊朗呢，当然呢，在这个局势里面呢，他们呢让我想起了以前郑成功他爸，郑芝龙。因为郑芝龙当时控制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的时候，你只要插上一关旗，我就跟你保障可以过关。他现在也是说，你这些船你要过了，你要跟我伊朗海军商量。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学400年前郑成功他爸郑芝龙，难道你要插上一张伊朗什么什么将领的旗吗？所以这个情势都更复杂。可这复杂里面呢，美国川普呢也面对了一个大事情。这大事情是什么？整个战争。空中的绝对优势，太空军的投入，真的是打到全世界，就是说，原来美军这么强。可是你能不能歼灭所有的有生力量？所以美国人甚至在开始，有些人就开始回忆起越战了。越战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全天候的大轰炸。可是大轰炸之后，最后呢，越战对美国的整个历史上叫做赢了战争，赢了战役。输了战争，所以你这场战争你会不会有影响？所以川普呢也告诉你说，他前几天讲快要结束了，可快要结束之后就是没有结束啊，所以呢，接下来就是那就要更把它更威慑，所以会看到蕈状云又出现了。这个出现是什么？这一次你们很多在地面上的那个整个飞弹车一移动，飞弹车是一移动就被打掉，移动就打。可是你还要存在很多飞弹啊！伊朗大概1个月可以生产100枚飞弹以上，那你这些库存的或可能正在形成的还没有搬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釜底抽薪，直接炸你地下弹药库，炸弹之母午夜重锤再给你出来一次，一炸下去，加上那些炸弹，加上那个炸弹之母的量，所以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爆炸，整个状况就出来了。然后第二个呢，这个其实是威慑啦，威慑是说。把末日班机拿出来了。其实美国有很多末日班机，而这每一架末日班机呢，就是一个北美防卫司令部末日地堡，它随时可以接管。它其实说是五角大厦是降低它的规格了，五角大厦并没有这直接指挥，随时可以指挥所有的核子潜艇，所有的战机，所有的战略飞弹。它就要又飞出来是什么？威慑你。那威慑你就是我这个情况之下，我要用核吗？我要用核弹吗？不会吧？
美国的核子潜艇也可以发射巡弋飞弹。哦，然后 B2B 也不见得，因为本来都是上次都是从美国飞过来的，可是你会看到，英国也有了，迪戈卡西亚至少也有 B1。是不是还会要继续的狂空猛炸？创下一直大家不懂为什么要用到末日飞机，因为末日飞机出动的时候，一定是表示说它有2种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我就是要围着你，我就是要告诉你说我整体的整合战力，我用一个末日飞机飞上去，然后就增加，因为美国在那边已经派了这么多航母，这么多包括中央，你说中央指挥部啦，所有这些末日战机，还有一种是说，如果要是地面发生任何状况，它飞上去就等于是个空中指挥堡。那现在这种状况，在伊朗为什么要用到末日飞机？美国已经用了好几次了啦，包含上次伊拉克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我不怕你，但是你说真的是末日战机真正那个时候，刚讲的打核弹，对，那只有2个国家，美国才会真正的怕你，我的整个指挥链被打掉，就是俄罗斯和中国，那其实这个情况之下，它就是一个威慑，就是吓你，而且决心，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有核弹，因为伊朗目前是说。他们的量可以做出11枚，但是没有做出来嘛，但是可是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威慑，就是大家不要乱搞，大家知道，可是呢，美国本身呢也有个压力了，这个压力在哪里呢？所以 FBI 又开始警告了，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呢，本来那穆斯林兄弟跟美国的恩仇这么久，那接下来就有孤狼孤狼式的攻击，创下这个孤狼攻击跟前几天讲说会不会所谓沉睡特攻或什么都有可能出现，对，然后都有可能出现，或者是很多支持伊朗的，可能不在伊朗本土的人，他们呢现在无人机这次是整个战事里面让给人家看到最可怕的东西，无人机廉价嘛，那我没有你这么好的 Lucas 或什么这些无人机，我平常的空拍机。我装上炸弹，都是一个袭击的工具。那我刚讲，美国会很恐怖，因为你不可能管制全美国的无人机不能飞啊。是啊，所以他只要随便一个地方，他如果弄一个无人机，对你来说就很麻烦了。所以他们讲说，可能有小游艇嘛，在加州外海，有空拍无人机就开始针对美国攻击，所以外海突袭情报，就已经出来了。然后再过来呢，传说很久很久，本来。川普是说，那个伊朗选择错误了，选了哈米尼的次子，然后结果次子一直没出现，然后最后连伊朗的国家电视台都说他受伤了，这受伤目前传出来可能截肢，可能昏迷，但是语音声音出来继续抗争，所以这场战火看起来所谓的即将结束，看起来没那么容易，但是这一场战火里面恐怕不是接下来不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正规军，就是那些先进武器，而是。可能的延伸性的，包含人员战争，包含孤狼战争，可能都会影响全世界。如果这样一路往下的话，你还记得那时候美国911发生的时候，美国做的第一件事，全美国的航空器不准起飞，然后所有的特区那些地方4000架飞机全部都不行，然后一定就要这样，因为他就要维持整个领空是净空的，他不知道还有多少会是这样一些情形。可是如果伊朗现在会不会用不知道，但对全美国来讲的话。那慢慢，那个心里的怨怼或不满会不会转到川普身上？就你为什么要发动这个，搞得全美国会变成这个样？如果伊朗用这一招呢，对美国来讲又会怎么样？但是不可讳言，现在全世界因为刚刚创下讲那个邮轮赫姆斯海峡才过几艘船呐，然后被打了一堆或围在那个地方一堆船，兄好，所以你看股市全球。今天给你暴涨，明天给你暴跌，就因为川普讲了一句话，然后这边伊朗的包括精神领袖讲一句话，大家就跟着这个样。如果照这样一路往下的话，有没有在讲1970年，大家都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石油危机的时候，全球搞成什么样？再来一次吗？有可能再来一次哦。那为什么这样讲哈？我们从数据上跟现实的事件来看好了。先看事件因为对伊朗来讲呢，它当然最大的策略是希望干嘛呢？希望就是我可以透过无差别的攻击啦，特别是用赫姆兹海峡这个地方有许多的油轮要从这个地方进出嘛。那我控制了这边油轮的进出，我影响到全世界的油价，我导致全世界跟着通货膨胀。那全世界通货膨胀的话，这就不是只有单纯你美国一个国家了，是从美国到欧洲，如果接下去这个有一大段的时间通货膨胀的话，你
们自己的民意受不受得了？这就是现在伊朗的策略。所以你可以看到，伊朗现在策略呢，无差别的攻击，对他来讲已经没有讲什么人不人权的问题了，也没有讲什么人不人道的问题了。所以你光是看这上面这上面这3张呢，是这伊朗使用这个所谓的这个自杀式我们就无人艇无人船然后直接去攻击伊拉克的油轮所以你看伊拉克的油轮呢，等于说被打得非常的凄惨，就直接炸掉了。伊朗使用这个所谓的这个自杀式我们就无人艇无人船然后直接去攻击伊拉克的油轮所以你看伊拉克的油轮呢，等于说被打得非常的凄惨，就直接炸掉了。那你看伊拉克的油轮是这个状况，下面呢这是2个图呢，又分属不一样这个是泰国的货船泰国的官方已经出来证实说，他们的货船真的受到攻击了。那左边这张图呢，是日本5大商社的这个三井他们所属的货船因为三井也有其中一个西乡业务呢，是负责运油的业务啦。所以它应该也是从赫姆兹海峡那边去运油出来的时候呢，受到攻击的情况啦。所以你看日本的三井商社，然后跟你看到泰国这一边这个货船受攻击的状况，然后你也看到伊拉克油轮受攻击的状况，这已经是无差别的攻击了啦。现在市场上面呢，原油的价格的波动已经是长这样了。你看这个是我列出来，我昨天晚上把它印出来的布兰登原油的价格，它在去年的时候低点的时候呢，1桶原油价格大概是58.4块那结果呢，2025年去年中的时候还是58.4块，但是到了昨天的报价呢，已经破了1桶100块美金。所以你看它从58.4到100块呢，这中间大概涨幅也是差不多大概70%、80%左右。那所以呢，看起来涨幅很可观。那这一大段涨幅，那各位看上一次涨到139块，这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是俄乌战争的时候。俄乌战争的时候，然后当时呢，也是因为俄乌战争导致石油价格大涨，那大涨上去涨到139块了之后，后来那时候美国总统叫拜登那个时候释出所谓的战略储油呢，才让这个价格呢慢慢的回稳下来。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这一根大涨上来的时候，大家也在看说这个川普这次释出所谓的战略储油会不会有效？可是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个数据所以大家看到现在的状况是油价是已经开始涨了而且涨到70-80%所以表示伊朗的企图是有达到的但是伊朗的目标不是就涨到100块我们刚才讲是每桶100块对，伊朗是放话要让每桶涨到200块美金今晚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如果石油涨到200，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石油如果涨到200块的话，我没有办法想象我问财经专家讲它会变什么样。如果是石油涨价，因为它是能源，然后它是燃料，而且很起始的燃料，所以等于说能源价格涨，它当然会带动呢，你连食品类都会跟着涨因为我们有许多你煮菜煮饭用的就是瓦斯或者用的这些燃料所以等于说燃料价格会带动后面的民生需求跟着大涨所以可能连餐饮的价格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为什么刚刚给大家看这一张图这张图呢，你看俄乌战争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回想当时俄乌战争的油价大涨的话，当时2022年左右的2022跟2023，各位有没有感受到台湾的物价那时候也涨了一波，也一样是因为国际原油价格大涨，我们其实也是有感受到，不是没有感受到但是那个时候原油价格最高是拉到139块但如果这一次伊朗的目标是要打到200块，要比上次的俄乌战争还要高的话，那你就想见我们上次2022、2023所感受到的通货膨胀，如果真的到200块的话，会不会比俄乌战争的时候来得更严重？这是大家现在会担心的问题。所以伊朗放话了这件200块会不会成真呢？这个看起来目前川普是要用释出战略储油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为什么有做这张表让大家看，是因为刚刚前面这个5哥有提到，1979年那是第2次石油危机啦。当时呢，全球供应的原油退场呢，这个差7%左右。那这7%的缺口呢，就让当时的油价涨了57%上来。那没有我们这次多，但是也是很高。然后第2次在1990年的时候呢，海湾战争的时候呢，2大产油国的这个出口等于都中断了。所以当时油价涨幅呢是100%，是很可观的。可是我们这次已经涨到了80%左右。就下面看到2026现在的危机的话，那如果真的要涨到200%的话，那数字可能比现在来的会看起来冲击是更大的。而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呢，它的这整个事情的难度呢分2个部分。第一个是它不能走到最差就伊朗真的就是在那个海湾上面布雷走到布雷的话，表示这一段的原油要出来是都会被卡住而且如果万一布雷，就算战争打完了，
还要扫雷，扫雷，你还要再花时间去扫雷，对，那个时间也要算进去。对啊，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说，你到时候你的战略除了就算释出，你就26天。对，你在26天的时间，就是你多久结束伊朗跟伊朗之间军事冲突，跟你多久可以把它扫雷，把它扫完。那然后原油1570万桶每天。这个数字才有办法出货正常。它如果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结束的话，没有办法出货正常的话，那市场就会开始担心一件事的。第一，好，2件重要的事情。第一，这个战争会不会变持久战，打到旷日费时？打到变成旷日费时、持久战的时候，第二，它就会变成是今年经济上最大的黑天鹅。这个黑天鹅呢，就造成我们这次看到股市呢，这个急跌，然后但是呢，又看到川普一句话又让它急涨。那急跌急涨的状况呢，投资人现在心情当然就非常的复杂。为什么？这是昨天最新的，就美股昨天在开盘的时候，我同时去抓了关于这个贪婪恐惧与贪婪指数的这个资料。好，这个在美国的市场有一个判断指标是恐惧与贪婪指数啦，也就是说市场呢很贪婪的时候呢，市场行情大好的时候，人们的心态当然就贪婪嘛，所以它在最极端的这一边呢，就是极度的贪婪啦。那另外一边呢，市场觉得很恐慌我现在吓到那个看买什么都怕会下跌，所以呢，在最极端另外一边叫做极端的恐惧啦。所以一边是极端的贪婪，一边是极端的恐惧。结果市场昨天的心情在极端的恐惧这一边所以表示昨天的美国投资人在看市场的时候是很担心这一次的伊朗事件呢，会不会再持续变成就是旷日费时，但是一直无法收拾的状况旷日费时，一直无法收拾，这个对美国投资人来讲一定是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川普呢，他一定要出来告诉大家，这个危机呢会很快解除，所以川普才会出来告诉大家说，这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怎么讨论都觉得战争就是还没有结束，你怎么看这么多迹象就是没有结束？所以呢，这个战争现在看起来不是在那种大规模的轰炸你的空军、轰炸你的导弹设备，它转成是这种无差别式的，我即便不是这么强的武器，但是去攻击其他会受波及的第三国家。那这个方式呢，让荷姆兹海峡的原油运输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它就会变成今年最大的事件的黑天鹅啦。所以呢，对川普来讲，这个战略储油释出的时间呢，能算的时间都算得出来。那美国的库存桶数现在就是4亿桶，它第一批先拨1亿7000万桶出来，但是后面即便那个2亿3000万桶再拿出来的话，你也是算得出来，它时间可能也是用不到1个月的时间。所以就算抓2个月的时间对美国来讲，如果2个月时间还是不能把它收拾的话，这个在经济上的冲击会比他想象中来的更大。OK， 战争结束了吗？美国最新的福特号媒体上报道，上面起火，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他们讲的不是因为被攻击，但是起火，然后有士兵受伤，然后美国有加油机坠毁，然后美国说不是有军误击，然后伊朗说是他们打下来，然后美国说不是，到底是不是不知道。那但是最起码，可是有一件事情，显然川普是不是误判的？他误判了一个神权体制之下，对于这场战争就跟你对干的决心，他以为把你全部轰完，尤其第一波不是48个包括各路将领啦、精神领袖全部都打掉以后，以为结束，没有啊，因为到现在我不知道川普是不是也误判了伊朗要把荷姆兹海峡封锁的决心，因为他大概觉得我轰成这个样子，不过一个小海湾，那我肯定很快就掌握了，没有啊。伊朗就算船被你打掉了这么多，就算他飞机飞弹被你打成那样，荷姆兹海峡显然他说封还是就封啦。很多人现在在分析嘛，然后川普对于神权政权里面的认知是什么？其实神权政权大家都知道嘛，它有88个一个宗教团嘛，宗教团里面去选出最高领导人，而最高领导人的资格呢，又是这个宪法监理委员会审查监理委员会呢的成员有一半是最高领袖任命。监理委员会呢的成员有一半是最高领袖任命，所以他在你要成为领袖之前，他的入口处其实就已经把你设门槛了嘛，就是你的资格审查就设门槛了嘛，对啊，所以能够进来的一定是我自己人嘛，对啊，一定要是我的人，你才能进入到88位的审查，我第一关资格审查就已经把不是我的人全部排除完了嘛，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神权政权里面，从审查一直到进来，都是自己一个体系，自己一个体系。
那你看到现在是哈梅尼的儿子次子接班嘛？最高领袖，现在这一位最高领袖，他在2·1战争的时候，他曾经加入革命卫队。他曾经加入革命卫队，所以他跟革命卫队的关系是很紧密的。所以这一次在推派这个大家推举最高领导人的时候，革命卫队是支持他的。那神权里面，他们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他的一个整个的运作体制里面，包括从巴勒维时代的贪腐，他们崛起，然后造成神权政府的革命叙事不能再贪腐等等一路下来，加上神权里面所谓的对宗教的热忱，然后革命卫队所谓的忠诚，忠诚。那当然，现在看到的是革命卫队是从赫梅尼开始一路到哈米尼的时候，整个壮大起来了。它的壮大的速度，其实当然跟神权政府有关。因为最高领导人跟神权跟革命卫队，他的办公室里面是相结合的，已经融入里面在运作。最简单一件事，1990年成立的格尔伯集团。它底下就是我们上次说，它拥有800多家子公司。金融、农业、矿业、军工产业，包括港口、石油、民生用品，什么？营建也有。营建，对啊，建筑，它整个都掌握在一起来。它是整个一个所掌握的经济命脉里面，是穿透了所有人的民生。格尔伯集团。怎么跑出来的？1990年，他是革命卫队2·1战争的时候工程部转型。所以你看，革命卫队就靠着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运作，取得的资金来源，所以他们有陆海空军，他们全部都完备。那你说，革命卫队如何妥协？他跟神权政权是依附在一起的。可是以川普的想法，一定觉得我第一波把你打成这个样，所有的领袖阶级全部打光，包括军事、包括政治、包括宗教。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各自反正就是接下来就代人质吧，就全部都出来，他再继续打。也就是说，川普的意思是说，我不相信你们不怕死，我不相信打不掉。但这些人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最简单的就是说，我的最大利益在这场战争中，我要不要妥协？我不妥协的话，你把我前面的人打掉了，我还可以就像革命卫队支持哈米尼的次子一样啊，我再拉一个出来，你再打，我再拉一个出来。革命卫队的利益，你说他刚才讲，他掌握了大概50%的经济，包括金融什么都在他们手上。那神权政府投降，革命卫队的利益会不会随之崩溃？崩掉？就革命卫队也在想他自己的利益啊。那你今天最简单，你在那边轰啊，你轰不完革命卫队不会被你轰死。其实革命卫队基本上大概没有超过20万人。但是他的革命卫队里面加上非穿军服的，可以到100万人。他底下还有那个巴斯达什么社区民兵主义那个巴基斯，他平常可以维持40万人。暂时动员可以到100万人。虽然他们没有重装备，但是他们有轻武器。所以这就变成一个很麻烦，你要打进去。你要面对的是100多万人，还不加伊朗的正规军哦，革命卫队跟民兵组织，你要跟他打游击战嘛，很困难真的很困难。你打进去的时候，你可能整个部队就陷进去。你要不要美国要不要重回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那一个年代？如果这样看的话，美国势必要派地面部队吗？川普一直平常讲，也不是他不愿意派，他也知道只要一派地面部队进去，伤亡肯定会大幅往上提升。对美国人来讲，经过从刚讲越战开始，然后阿富汗那次撤军还记得吗？撤了以后就说美国以后不会再重蹈以前的这些，没有啊。如果这次就像人家讲，不要说伊朗的异议人士说，如果你不派地面部队，他不可能会去跟你无条件投降的。你如果派了地面部队，你就会重蹈这些泥道。所以川普现在反而变成川普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个独裁政权呢，你要处理它麻烦就是第一个，它没有一个开放的社会，也就是说，基本上它是没有所谓的任何公民团体，也没有其他政党，也没有所谓反对派的领袖，要么全部拿去杀掉，要么就流亡海外。好，所以你现在把老科梅尼打掉以后，那你知道伊朗基本上10几个大宗教大头目就掌控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所以伊朗的贫富悬殊差距是很大的，所以他们怎么可能就轻易放弃？好，所以现在老科梅尼死了，就把他儿子抓出来。好，那他儿子呢？这个算目前为止我们只听到声音了。那他知道说他受伤，说有没有被劫就没有。川普讲话很妙，他说某种形式活着。他就讲这几句，意思对，还活着，但是受伤，大概是这样。但他当然不敢不敢出来嘛。对啊，这出来又被打掉，形同自杀嘛。对。但是他这个儿子过去的行事作风这个比老科梅尼我是觉得更残忍、更变态。因为他掌控的是民兵系统，就是之前那个伊朗人出来抗议执行屠杀，就是这些民兵部队。有巴基斯那杀了多少人？现在一般评估大概最常引用的数字是至少杀了4万多。这个完全不就街头抗议杀4万多，完全不输给中国共产党但这个可以证明这不对称作战很可怕。你看那个布雷，川普不是出来讲吗？我们已经干掉了20艘布雷艇。那我们现在发现布水雷不必要专业的军事布雷艇你民用船只就从那边丢下去包括水上摩托车都可以。所以你根本防不胜防。你看川普，我就一直想要问，川普怎么会轻忽掉那个封锁海峡？他说他打掉了伊朗50几艘军舰，他把布雷船打掉了20几艘，然后美国看起来所有对于那个所向无敌海空的掌握，但是就一个海峡，显然还是在赫姆斯海峡，还是在伊朗的掌握之中啊。这一点他为什么就是算不到这些？但在军事技术上，他当然可以。他只要投入军事资源，他可以开辟一个安全航道。他只要投入军事资源，他可以开辟一个安全航道。就确保这个航道是安全。海峡你就走这个航道，只是会影响到效率嘛。对你还是不可能像以前一样那样，就能高速公路只剩一个车道，会塞车嘛。可能保险费一定提高嘛。对，这都增加成本嘛。所以你刚提到的所谓美国会不会动用地面部队，最有可能就是去占领那个小岛了。那个哈尔科岛。对，就反正他们有个小岛，基本上是锁住这个海峡的烟。它的石油，伊朗自己的石油大概90%要从那过。我也一直要问，就是如果美国这么有把握，为什么不把那个小岛拿下来？所以如果美国那个是不一样，伊朗的石油跟全世界的石油不一样，因为伊朗被禁运40几年，所以伊朗92%的石油是输港中国，所以那个对全世界影响不大，所以美国不想去碰到那个，但是美国是不想得罪中国吗？让他的盟邦的石油可以，但是大家要是保护是其他的，不是用伊朗石油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川普也讲了好几次，他希望的是把委内瑞拉还有伊朗的石油拿到手上，他已经喊话了，你习近平来跟我买石油，所以他是要用石油对抗中国的稀土，所以那个小岛跟那个全球的战略，可是如果照你刚刚讲他的战略是这样，那他就应该拿那个小岛，没有，他拿那个小岛才能够跟中国讲话。美以联军已经把中国已经受伤了，因为中国的石油也拿不到啊。不是伊朗的生产石油的设施也被炸了一大堆，对啊，也炸了。我跟你讲，那个好几年你都很难复原，你知道吧？所以说，可是白宫就叫以色列不要再炸了。对，他会因为你炸了都大概就会让，因为他不想引起中国太大的一个至少你让反弹，到时候无人机200万架送过去很麻烦的。所以基本上美国是这样的，你要打伊朗完全没问题。他军事目标达成。对，这个军事上完全的压倒性的胜利，大概除了在抖音上面美国输以外，美国在全世界这完全打赢了。但是军事目标达成了，但政治目标才是重点。因为你军事还是政治的延续嘛。那你基本上美国跟以色列看得很清楚嘛，
利用这次机会，最好的机会，就把这个神棍政权打掉，哦，让伊朗不会成为威胁地方威胁区域那个安全的一个最恐怖的一个政权。那现在如果动用这么大的力量，对吧？还是回到原点，让这个恐怖政权继续存在，那美国跟以色列就大输了，对不对？军事上赢，但你政治上是大输了，那怎么办？所以他现在两边都卡住了，所以美国才会说，那川普就说我会用更大力量。他现在就呼吁附近的民间的码头的渔港，大家都跑，他可能要地毯式的炸。那你们这些就是布雷艇，他一定要用船嘛，不管你是什么船，他把所有的码头可能全部炸掉，那你一艘船都不能出海，也就是说，他军事上他没有其他方法，他只能军事上一直猛掐他嘛，所以让国际的经济赶快原状恢复正常，这是美国最大一个压力。可是如果真的一路这样下去，好了，小平，你觉得最后他要不要派地面部队？目前知道，就包括旁边用库德族啦，或者什么，可是你很难想象，伊朗他刚讲革命卫队20万，加上所有的部队加起来100万，加上所有的民兵加起来，有媒体形容上千万。如果不是用地面部队，你很难想象伊朗为什么到最后就一定要屈服，包括他们提出来的那个停战的条件，那摆明了就是没有要停战嘛。那一路往下，无条件谁跟你停战？对，他就是一定是这个样啊。你如果不这样打，好，有生力量，现在战争有生力量的依赖，也许不像以前传统战，但还是需要嘛。敦刻尔克大撤退那一次保存的有生力量，是后来整个能够反扑很重要的一环。要不然为什么那时候要弄那么大一个大撤退？福克兰群岛战役还记得吧？福克兰群岛战役，英国动用航空母舰千里迢迢跑到阿根廷，就为了拿那个小岛。中间过程，阿根廷的空军被打掉，阿根廷的海军被打掉，但是英国也被打过一艘雪菲尔号。但是即便这样，最后决战还是英国的陆战队要登陆，要拿下来。那川普现在呢？他不要讲这件事了。结果中间战争就是残酷的，战争是会发生误击。一个伊朗小学100多个孩子，对，现在美国参议院要调查。你这样整个弄下去，对川普来讲雪上加霜。我先大势分一下，瘦死骆驼比马大。英国打福克兰那么一个小岛，那阿富汗跟伊朗比，那么样一个小国，伊朗是168万平方公里，法国的3倍多大，人口9000万，快1亿。它再怎么样，国民所得差然后还是很大的国家。那川普有时候想得太完美，川普好像在偷情。我跟大老婆在一起，那我又打了伊朗，我遂行目的，但我油价要控制在120到150，没那么回事。我跟你讲，大老婆是谁啊？你说我只是一个形容，而且旁边还有虎视眈眈的，他一定讲是梅兰妮亚，不然你就倒霉了。还有俄国，还有老公，很复杂。然后那他又那么大，我开玩笑，我说我讲那么多是没那么简单，好不好？我的结论是这样的意思。油价还会再涨，你不用地面部队，你根本搞不定。而且成全国家，还有一个我要讲个重点是什么？这几十个宗教领袖当然掌控那个油的那个贩卖权啊，有钱嘛。但是跟相伴相依，目前还听这几十个宗教领袖叫革命卫队，他也掌控油啊。他今天他想得很美，你知道，他这样打仗你对于伊朗很惨，对，那对于大家都惨。但革命卫队油涨起来，对他有什么坏？那伊朗，那川普这个坏东西，因为华尔街都是反他的，他那些那种传统的钢铁啊、那匹兹堡啊什么，以及这个油页岩你知道，以前叫油页岩，现在看页岩油。以前我们小时候读地叫油页岩现在那是翻译的问题，那不重要。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他想说，我释出这个页岩油出来，我足够供应世界的几10%，真的多到。因为以前它是完全是采购的价格成本问题嘛，它有硫磺啊什么一些附加产品才比较贵。他说我认为有控制，对，120到150，4倍你搞到了。你今天又没有失业，那国库又充盈，这些庄脚金主通通都交代了，对不对？又搞到伊朗，又把人家炸死几十个，太开心了。当美国总统太爽了，你知道吗？爽爆了。但油价200块嘞，青黄在这边，油价200，谁可以讲会变？谁可以预估到会变什么样？变成什么样子啊？
这搞不好真的200啊！这不是川普能控制，少吹牛。地面部队我看是要进去了。好，再回到大的讲完小的人道主义嘛。过时，你不要以为美国都很厉害，过时的情报，他那个地方去轰炸人家，用战斧巡弋飞弹打下去以后，死了170几个人。请问一下，为什么过时情报？那个小学就是小学啊，它旁边是对啊军营，军事设施啦。其实你会从那个五角大厦里面说明就知道，他们都用太空军嘛。对啊，对，所以太空军锁定那些标的或什么的，但是没有地面情报人员确认过去的那个 data 跟现在 data 有没有变更嘛？但是没有地面情报人员确认过去的那个 data 跟现在 data 有没有变更嘛？所以他们那时候在太空军在攻击前24小时锁定1000个目标，那1000个目标就是怎么会这样？这是个失误的目标。对啊，对，就是因为你居高临下之后，有很多时候下面的变动你还是要实际的判断。所以为什么电影演的是真的，都要有地面的？还告诉他们讲说现在的状况什么，你某种程度要 double check 一下，对啊，要不然的话你光看上面下去，就像当年的时候出来啊 ，U2 飞机飞过去之后，那个土楼变成是原子炉嘛，对不对？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嘛。那误杀了这个170几个人，其中160几个是女童，是个女校，小学生女生，你知道这场面多惨啊！打完以后一片狼藉，以后是大人啊，一个一个去。用小孩子很小嘛，100多公分高，棺木是跟接力拿搬砖头，你要一个一个棺木搬出去，那场面然后有没有良心啊？川普没有，他没有承认。他说我跟你讲哦，他就找人家放话说，我跟你讲，战斧巡弋飞弹，美国当然最多嘛，英国也有。澳洲也有，但英国、澳洲没有参加这次打仗，的意思是大家的分担责任。然后 no， 那就人家就不信嘛，讲这个，人家英国、法国当然跟你。不要乱讲！我有战斧巡弋飞弹，我没去打人家，是你自己在那边打。我也没去打伊朗，我也没当你援军、盟军都没有。好，那川普然后下不了台怎么样？他说这是伊朗，伊朗也有战斧飞弹。你知道，他说就引导是伊朗自己把他自导自演，把这些160几个女童打死，那嫁祸给美国，那增加这个自卫队，增加宗教领袖的仇恨值，然后让这个全民一心。他也很会编故事，当然是美国误打。我先讲定调是，我觉得是美国误打，不是伊朗自己打自己的。然后呢，然后现场他讲这个，记者就吐他槽啊，美国记者吐他槽，就说第一个这个是战争开打的第一天，一边还在谈一边就打了嘛，对不对？对。然后他什么时候伊朗就找到一颗战斧飞弹，然后又那么精准，第一天又把我们自己的人民、小学生、小女生打死160几个。你知道川普也是哑口无言，这个不通嘛？那这个不通，所以这个是误射事件造成这样的遗憾，我们也都非常难过了，对。不过这整个过程，当然美国参议院要调查，那调查出来结果到底会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些军事的行动？但这一次，美伊战争显然是新武器大关，那同时也会改变，从俄乌战争一直到这次美伊战争，它改变了很多人大家对武器上，尤其刚才军情委员讲说那个不对称战争，你就会发现。现在你会发现，从俄乌战争一架无人机就干掉了一辆坦克，现在是一架无人机、无人艇打船打什么，然后无人艇去撞那个，包括那个油轮有多大，那要费多少钱，然后所有那些大家会发现，战争原来不是像以前的模式。东好，第一个，未来的世界有人形容叫无人机时代。那可能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会很需要，包括无人机啊，包括我们生产啦，包括采购这些。而且乌克兰，你会发现俄乌战争还没打完，那乌克兰突然发现，比起无人机，它算大国了，它的大数据最多啊，它打的最多，用的最多，它还跟这些被伊朗攻击的人讲，我来告诉你们怎么防无人机。而且他愿意提供他的大数据的这个数据库。你去想，他的目的是让各国去施压俄罗斯，对，因为这时候创造他自己的价值。对，因为怎么去想象无人机的攻击？我用另外一种举例方式。过年的时候，你有看到那个中国大陆不是有做那个无人机吗？那个是1万架做出来。你说1万那个表演的那个东西吗？在空中的。你想想看哈，有1万架无人机在空中，它当然那个要有城市设计。
它没有到攻击性的那么强，可是它就是1万架在空中，我就看了这个，我们在家一看台湾华人，他用一颗球啊变成一个地球，那个规模是多少？1000架，1000架就可以做出这样子。那1万架会做得更漂亮，好，可是1000架或1万架，换一个角度都叫群攻，就是你把那个无人机的头脑改一下的话，它就可能变成攻击性武器。反过来讲，它也可以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为什么？我有1000架、1万架、10万架，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挡我？你攻的人也麻烦，守的人也有趣了。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没有人命在里面了。可是某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没有人命在那里面的时候，做决策的人可能会更大胆。所以你如果没有量，你没有一定的消耗量，另外一方啊，我总不是讲中国，就任何一方都可能会轻举妄动。美军现在受到这个无人机的困扰，不是只有无人机而已。再去想另外一件事情，有没有无人船？有。我不需要有人命在上面。你问那些游轮的人，感受最深了。这个就是用无人船打，上面就是无人船打。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是无人船啊。本来国防部搞那个国防特别条例嘛，里面要花几百亿做无人船。为什么要几百亿？量，就是要量。再讲那个台湾灯会的，他的表演一架是4万块新台币。不贵吧？当然，你如果要到军事使用的话，更高一点。好，那翁昭良就看到大陆啊搞那个啊1万那个很漂亮啊，因为更亮啊更多啊，就问了他的那个德邦厂商说，如果像对面这样子的话，做得到做不到？他就跟那个中央县王站长做得到，一架4万，有钱就做到了。对，预算。你想想看啊，如果今天因为很多人去看台湾灯会嘛，如果你在现场你看到的不是一架，是1万架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震撼？它可以是娱乐，它也可以是经济。为什么？它会变成当它变成10万、20万上去的时候，它会变产业。它也是可以是军事。那整个战术的打法又要被颠覆掉了。完全会颠覆掉。所以在这场过程当中，我们在一方面它会涉及到全球经济的问题，另一方面讲它也改写我们脑袋里面的很多观念，很多事情因为美国跟伊朗这场战争，你的脑袋都要换新，它是全方面的，这是一个开始，它打开了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对我们来讲是好是坏，真的不知道，但是它一旦被打开了，科技就不会停下来了，无人机的使用，无人体的使用，它就是一路开始。不过刚刚讲到，电影各位知道，有很多的电影，大家都在讲说，你以为电影都是自己凭空的嘛？有很多的电影其实是有它的一些的根据，可能它只是走在比较前面，它可能早了15年、20年，走在比较前面一点点。那有一部电影，那个时候就是美国从白宫被打，然后总统被抓，然后那个男主角永远都很英勇，然后不管在哪都有。我忘了那部电影的名字叫什么。前一阵子的，他有第一集就是美国白宫被打嘛，对，然后还涉及到下面的碉堡，然后整个控制。第二集不就是美国总统去度假，在钓鱼的时候，突然所有的无人机噼里啪啦。那部电影出来的时候还不像那时候俄乌战争也还没打，大家也没有这样。你那时候看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看那部的时候，我在想，哇，那如果这样，美国总统应该会很担心啊，因为他到哪都可能碰到有这种。在庄家，请问一下2件事，第一个，无人机这样子那怎么挡？你告诉我，不是大家都在讲说无人机一定是遥控，他没有办法用屏蔽的方式，会用什么方式把它？要不然的话，他一次来1万架，你怎么挡啊？基本上是这样子嘛，所以这一次的时候是整个新战争形态都在改变。基本上是这样子嘛，所以这一次的时候是整个新战争形态都在改变。第一个改变是
美国这次的战争里面，他们五角大厦公布的花掉了800枚的爱国者飞弹，1枚好几亿，但是无人机才几万块，对，所以呢，你会看到的是，美国也在测试了，他们本来还在测试阶段，太阳神雷射光，所以用雷射光，然后科威特和以色列边境发现很多的廉价火箭，出去之后几秒钟就粉成碎片，因为以色列是去年12月底的时候宣布他们的铁树计划，无人机，专门是打无人机的雷射光，要6月才成军，看起来有提前使用，所以就是你用飞弹就绝对不划算，所以你就大量的无人机。那现在呢，1枚铁树，根据以色列国防部长讲，成本是2到6美元，所以接下来以后你会看到天上里面就是我们小时候，这是我们这种年纪看的星际大战，就光在上面飞机飞来飞去，然后光剑飞来飞去，所以这个时候就战争有很多时候会让你用科技让你完全失去想象。所以你会看到川普昨天就讲，我们有很多很强的无人机，但是他现在比较困难是什么？还没量产，所以量产的话，美国的工业能力真的很弱，搞不好又会找赖清德。下次要不台湾的工业能力很强，台湾帮忙把工业雷射变成是战争雷射。OK， 第二个想要请教创下的问题就是，刚才讲说到底有没有误射那个战斧飞弹，是不是过时的情报造成这样？战争是残酷的。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时候伊拉克打科威特，那时候后来伊拉克要从科威特撤退的时候。那一条80号公路被称为死亡公路，那仗打得有多惨？死亡公路呢？这个是它残骸的残解，它是6线道的大道，它其实叫80号公路，就是伊拉克到那个科威特里面，当年的时候入侵科威特从这条路走，但是走的时候你会看到被当时撤退的时候仓皇撤退，被美军和英国 A-10 或 F-16直接在上面狂轰滥炸，还有各种部队下去。为什么叫死亡公路？全部炸入毁了，对不对？对，因为它最恐怖的还被称为屠杀。在这一场的整个战争里面，联军受伤阵亡378人，伊拉克军队死亡25000人。所以就是完全被打。那为什么会打成这样子？所以最后就是大家在想的陆军要不要出动？因为其实每次战争，波湾战争给全世界最怕的是什么？当时是整个大军从这边长驱直入，入侵科威特。然后入侵科威特之后，美国不是联合国要反攻吗？那反攻的时候，第一次的战争也是全世界看到4句外的作战。我们第一次看到巡弋飞弹这么厉害，在巴格达上空，那个 CNN 可以直接转播。那时候就看到空袭，然后就看到了干扰作战、电磁作战。但是后面总要动到陆军，而动到陆军的时候呢，当时伊拉克是全世界第4强的陆军，大量的坦克 T-72全部压在前线。结果没想到美军呢，竟然玩了一套，借到沙烏地阿拉伯左勾拳行动，把他那些坦克在同样的一夜之间，所以死亡公路前面还有一个叫坦克公墓，400辆坦克，全部在一夜之间全部打掉。而打掉之后，还是讲到科技，那是美军第一次用了夜视镜。夜视镜之后呢，所以在那个沙尘里面。整个伊拉克的军队看不到美国坦克，所以那一场坦克大决战，美国只受损2架，而这2辆呢，还不是被伊拉克打到的，跟他们这次 F-15一样，自己打的，但是那一次就也是跟台湾有关，那一次就是全世界开始知道 M1A1、M1A2 这样的坦克车多重要，所以就因为整个最强的共和国的坦克部队。那时候很少全中东的一系被击灭，所以大量的部队只好仓皇逃。那仓皇逃的时候呢，美军和那个英军的 A-10 空中堡垒就开始居高临下，这个就变成一场杀戮。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到底陆军要不要进去？进去之后就不是我们看到无人机的，就有无人机的话，青年不用上战场，没有无人机的时候，青年上战场就会碰到这样的惨境。创夏刚刚讲的那个，就美军在波斯湾战争打伊拉克内战，后来有一部电影，丹佐华盛顿跟 Meg Ryan 演的一部，就是在战场误击。就丹佐华盛顿是那部坦克的车长，他们误击了友军，然后结果后来他的内心一直过不去，然后那部电影描绘的蛮深刻的。这一次有一部电影叫《冷山》，你去看，那是美国南北战争那个南北军的时候，有一幕是。我忘了是哪一军啦，反正就是陷在一个峡谷里面，另外一军就拿枪，然后
他们每个都说快点快点，这跟射火机一样，哇，那刚才讲那个80号死亡公路，那一幕后来引起很大的争议，是因为刚创下用了屠杀2个字，因为伊拉克已经接受停战，停战以后，所以部队要从那个80号公路撤退，但是那时候身兼联军总司令的美国，我忘了他是哪一个将军，他也知道他们要撤退，他就告诉所有的飞机，撤退的时候打。据当时参加的那个轰炸的人形容，那跟当时打火机一样，就是所有的往下轰成就是创下讲的这个样子，几万人，那里面不是只有部队啊，那里面是包括平民，包括逃难的，对，全部都在那上头。你可以想象那个轰到以后的结果，所以那次引起很大一些争议。战争就是残酷的 ，OK？ 那当然你说有无人机有什么东西减少人命的一些伤亡，但是对全球来讲的话，未来美伊战争到底要打多久？可是对国内来讲的话，所有的政治上发生一些事情，今天礼拜5嘛，军委，今天李珍秀他有上质询，他有哭，国事论坛，他有哭哦，为什么会哭？李珍秀的问题哈，这个是法律问题啊，这不是政治问题啊。那为什么会有些那个？那因为行政单位也很强势的认为你不是个立委。那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你还不是一个立法委员。所以基本上就是不止不提供相关国家的重要资料，也不接受你质询。那我说这是国家法律规范的嘛，这不是对中配啦，你关于日配、美配、越配，哪一个国家到台湾来，我们欢迎啊。但是你成为我国的公民，跟你要在竞选，那是不一样的。任何国家对于掌握权力的人，就是说其他各国的人来，都有法律规范，都是会讲究到忠诚度。每个国家都有了，我国也有。那你就按照我们的法律嘛。更何况，如果李珍秀除名，递补的还是民众党。那当然，蓝白的总席次一票也没少。那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卡住？柯文哲就是不会动啊。对，他就是要把他现在需要制造政治事件。因为他的官司还没搞定嘛，26嘛，快到了，快到了，是啊，下礼拜。所以他才什么申请去日本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他也知道一定不会准嘛，他就是要让那些小草，他要把它扣住嘛。你看政治迫害嘛，这个人伦道德，参加儿子毕业典礼，也不准我去。其实如果这个准了的话，哇，那每个人，申请进管的各式各样理由马上来。这法律讲究的就是一致的公平嘛。其实我也提过，法律其实对柯文哲已经开了很多先例。对不对？我提过柯文哲父亲去世很不幸，但一般的收押都只有奔丧，哪有回去治伤的？叫柯文哲嘛，对不对？法庭审判哪有被告的黑名末了招来没检察官？柯文哲本人也痛骂检察官，法官也没有支持嘛。包括柯文哲申请解除居住限制，对，为什么？那理由是他要照顾他妈妈。结果他全国趴走去助选，还骑脚踏车乱骑，法院也没有撤销。基本上，如果一般的被告这样做，如果你是律师，你一定对不对？你一定跟你比个，你忙呢？或者法院也给你撤销。所以法院对柯文哲已经极度的优待了。那他现在因为3月26，我认为如果柯文哲的律师判断。这个没有任何人有把握了哈，我们应该这么讲，所以就开始先制造一些政治事件。那其中李珍就是一样嘛。那我给大家看这个我也要填啊。我马来西亚，我们去立法院报道，因为立委就是立法院的委员嘛，所以立法院等于是我们的用人机关嘛。那我们都要填写，要勾选第一个。本人就任第这里了哈就我框起来了我框起来大家看一下，本人就任第11届立法委员时没有取得外国国籍，我要打勾啊。本人取得外国国籍，然后依照法律的说，那我就职1年内我要完成放弃，而且要取得证明文件，你要打勾。
重点是李正秀有没有打勾？有。他打勾那就是伪造，叫欺骗嘛。打勾第一项嘛。哎，对啊，一公一婆嘛。好，那这个每一个立委一视同仁，那个大家担任国家的立法委员，国家把权力给我们，也会要求我们责任，这最基本的。国家对任何一个立委、任何一个政党都同样的要求。为什么要为你民众党、为你李珍秀破例呢？像包括国民党，我不知道小平等一下会不会这样讲，因为国民党有很多来宾啦，或者是民众党自己也会讲说，不是啊，那依照宪法，他就没有办法，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就一直在讲这一块，包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这些。我想当时修法，国民党都有参与。好，这个小平同志，这个是国民党的良心啊，他一定赞成我的主张啊，我的看法，他一定赞成。对。因为你赶快递补一个嘛，你提名这样有问题的人，那你民众党赶快递补一个，还是支持战狼小姐姐，不，战狼小姐姐要再往正常一点，正常一点。好，但是重点现在在谁身上？韩国瑜因为法律有修，台湾的法律都是这样，他修了才发现有问题。现在能够把它解职的已经不是内政部，这法律规范是内政部嘛，好，国基法啦，等等这些法律，结果现在内政部不能把它免职，要变成要立法院。可是韩国瑜已经讲了，就是判决以前他还是委员了。好，那政党协商是这样，就是说法律还没有清楚厘清以前，韩国瑜说那他还是立委，对，那民进党说等法律厘清以后，那他才是委员嘛，所以大家都同意至少一个法律还没厘清，那法律不必厘清呢，就恐怕这样违法，说基本上就韩国瑜你要担起这个责任了。法律不必厘清呢，就恐怕这样违法。说基本上就韩国瑜你要担起这个责任了。原本韩国瑜最近大家有一些肯定，就是他越来比较像一个立法院长已经开始摆脱这个服从于这个傅昆萁那应调没整，然后一起对敌傅昆萁边爱小弟嘛。那韩国瑜现在总算慢慢的有像院长的样子。我立马看一下你的前辈，你看王金平，结果呢，这个其实对韩国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他真的下去以后立威啦，我跟你讲，国民党和这民众都认为，这个院长，这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如果递补的是民进党，蓝白少一席，或者民众党少一席，你可能把它沦为政治事件嘛，结果没啊，民众党来报。蓝白其实不减少，他那一次的政党协商最好的机会，他可以给蓝白一个台阶下。但你如果李正秀继续质询一天，那这个问题继续存在。韩国瑜就没菜了原本已经蜕变成已经越来像一个人了。这个非常可惜不像个院长，像个院长，现在很可惜。所以我们现在呼吁了，韩院长很好的机会这是你做一个国会议长最佳的一个事件，让大家让朝野各党都服气，韩国瑜踏踏实实小平，你刚刚讲说你也觉得能够，你支持战狼小姐姐赶快能够尽快递补，正常程序递补，正常程序，所以你也觉得李珍秀在这个位置上是给大家在惹麻烦吗？可是韩国瑜做完那个才是以后，你会发现李珍秀的讲话也不太一样喽，对。拜托内政部不要再闹了，好不好？这是给你们下台阶，所有这些话都出来了。李珍秀一点都不重要，这里面水非常深，方方面面来分析。第一个郡县的分析他说韩国瑜要变成已经像个人样，不要再像个院长，像个院长这根本就是叫韩国瑜当东方不败挥剑自宫，他叫立法院院长，把自己的在法律没有厘清以前，把自己委员干掉，然后以后不管下一次法律厘清的啦，厘清的对，法律很清楚，就法律程序又没有一定是中选会去告啦，判决以后拿掉，这大家都有台阶下。这是那韩国瑜在判决之前他不会做这个事嘛，他这个做的话对他就有伤嘛，这是韩国瑜的事。第二个柯文哲就是有坏心眼嘛，哎呀，做一个民调。
说什么多少50几%、60几%，说李珍秀不适合，陆配不适合，而且他们自己做的。对不起哦，李珍秀不代表全部陆配哦，他做的是根本挑动，就是要从国民党的红统的票拿走。我挺李珍秀，因为我这个党不用大，我这个党只要能拖垮国民党就够了。所以红统的票、陆配票很重要。所以你承认你们有红统的票哈？我们当然有啊，对。那小平，你刚刚讲的那段，因为包括李珍秀自己有讲，柯文哲也跟他讲说，陆配有对不起台湾人吗？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他们？我在讲李珍秀不等于陆配。然后拿陆配来做杠杆来搞政党斗争，这个柯文哲都已经不对了嘛。他要抢这一块以后，还要拿国民党的基本盘，因为我用李珍秀不等于陆配哦。他做民调你就做李珍秀，你不要做陆配。谁说可以这样做的？然后呢，你也没找一个特别优秀正常的陆配，李珍秀显然不是嘛。拿这个票还可以去跟那个抗衡，跟赖清德抗衡，赖清德你看多坏。我讲赖清德坏心眼，我等一下继续讲。我现在把柯文哲坏心眼讲一下，然后呢，还架空国民党在这个上面好像变植物人李珍秀。国民党也不挺红统，也不挺陆配，也不挺李珍秀。这个算盘打得真是精啊！柯文哲好聪明啊，这好。然后回到民进党，民调陷入一个我们最糗的民调的境界，你知道吗？然后李珍秀事件。我讲绿的不谈，90几比2、3%嘛，大家都要他走嘛。好，国民党的民调就一个珍秀，然后各自表述啊，在白跟蓝，蓝怎么各自表述？李珍秀希望他继续做立委的，大概40几，不要他走的30几。这陷入严重分歧哦，老 K 的票啊。那白，然后50几%挺他，30几%也不挺他，也在争议哦。那李珍秀放在这边，就回到绿的话。除了伤害韩国以外，这种买卖太划算，因为大部分的中间选民，全部的中间选民，跟这个一部分的一大块的国民党，一大块的白，还有全部的绿要李珍秀走，这个叫民意。这个算盘太划算了，这就是抗中保台的一环嘛，只是用比较柔性的，用一个李珍秀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不正常的陆配来作为统独两岸的攻防，哇，太聪明了。绿营很聪明。小平，请问一下，你刚才讲的，觉得白银柯文哲也算进了这些，是还从里面拿票，绿也算进了。那请问蓝营呢？蓝营也算进了，丢了多少？蓝营陷入分歧，父子骑驴，中间票李珍秀没有离开的话那中间票就被民进党慢慢侵蚀。但是你往中间走，基本盘不见了。你叫蓝营很难处理，这个就是任何的法案到军购到李珍秀，然后呢万变不离其中，民进党就丢球，攻击发起线，那你国民党不敢接球，这就是总要好。那我们现在刚有看到一丝曙光，在前一阵子，就李珍秀跟3800亿副委跟9000亿副委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了好，然后那是不是？大家看到这个危机国民党这样不行啊，那一直往网红的这方面走，然后有人就大人就愤了一级包含一个我很欣赏的这个徐巧芯，后来也没有特别去敢对抗到底。你说8100亿？对，然后这个说9000亿，这个朱立伦的林涛丢出来，显然是跟美国最近的朱立伦嘛，就是8、9千亿，最后软掉了，没有硬到底，没有办法跟3800亿。然后火车对上硬到底，就显然就是往中间靠力量消散了，这就是国民党目前的一个状况。好，那请问你消散，不管李珍秀事件，不管这个3800跟9000亿的复位等等，造成了什么现象？谁倒霉？川博嘛，民调拉近了，西隆市也拉近了，所以国民党的大人是不是应该整合一下，冷痛一下，让基本盘体谅？然后呢，这个往中间走，那才有跟民进党一决雌雄的机会。等一下，你刚才这个呼吁，上公简短回应一下这件事。政协会是两岸和平大利多，越往南部支持越热烈，所以小平这个说法，显然在郑丽文主席眼中是完全不成立的。这刚才讲的那一段话是郑丽文讲的。对啊。好，那郑丽文讲完了以后，我就发现，我住的是台湾嘛，因为怎么跟我的理解不一样？两岸上面亲中路线是越往南部走是反弹越大，怎么会是往南部走会越热烈支持？
这个我很难想象。他怎么会有这个感受？南部郑丽文、郑秀文，南部都支持，唱眉飞色舞。你不觉得从11月1号以后，国民党的党主席经常处于自我良好的状态中？如果真的越来越有利，那我建议啊，不要5、6月啊，11月去啊，11月去啊，然后这个1个礼拜后投票啊，你看是利多不利多？那所以我觉得郑丽文的说法是真的是自我感觉良好啦。你从很多事情看李珍秀是一个问题，但李珍秀他是中配，某种程度上又挂到你跟两岸的中国路线如何，然后你立法院又有个军购摆在那边，然后又弄了3800亿加 N， 然后军购在那边，然后呢，未来呢又有美国的我们跟美国的关税问题。记得我们签备忘录嘛？那个副院长在商务部签的时候，谁跳起来？中国跳起来。中国说：“你美国怎么可以跟他签协议？你关税这一块又是一个问题，所以你整个加总起来，我不懂曾丽文为什么会这样说，但是他这种说法好像也没什么变过嘛。就是说去政协会就大力多嘛，只不过现在讲成说越往南部越走嘛，哈。然后他讲完的时候，我都觉得不是他住国外，就是我住国外啊，因为这跟我们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嘛。可是这一路在国内政坛，刚讲到重启珍秀，包括军购案啊，所有这些，但都好，你就自己在媒体采访，就当韩国瑜已经讲说，那在司法判决以前还是依职权行使，显然有人形容拿到了护身符了。那接下来呢？媒体采访，大家都不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要自己跟所有的人说那个国台办去看他爸妈，而且是在去年重阳对不对？台湾人给他这个机会，所以国台办才去看他爸妈，这是他说的。这个换言之，如果他不是台湾的部分区立法委员，国台办还会专门去看他爸爸妈妈吗？换言之，如果他不是台湾的部分区立法委员，国台办还会专门去看他爸爸妈妈吗？因为这个身份所以他觉得国台办对他爸爸妈妈在大陆被照顾得很好啊。台办是官他是官去看他爸爸妈妈，他很高兴啊。如果你在看李珍秀，我就说法律只能解决李珍秀的个人问题，它不能解决中配参政的问题。为什么？双重国籍。如果双重国籍这个事情可以不处理，可以视而不见，那当初那些其他的人放弃美国国籍的，那算什么？原因是因为美国国籍比较好放弃，是这样子吗？或重新让李庆安当市长啊。如果李庆安可以当市长吗？如果李庆安可以双重国籍，如果李庆安当时没有双重国籍的问题，对啊，你认为今天的台北市市长还是蒋万安吗？李庆安那个样子打娘胎就可以当市长了，我跟你讲，就没当到，就是因为是美国人嘛，不是吗？李庆安的台北气质那个这个方面，就台湾人最喜欢的样子嘛。好的，你回过来看，我还是忍不住要讲一下郑英文。对呀。先不讲对南部到底怎么样了，全台湾到底反应怎么样？就想一件事情，他是国民党党主席，他代表国民党，政协会嘞，从过年前讲，后来变成变成3月以前，现在变成了4到6月。先不讲其他的你堂堂一个台湾第一大党的党主席，你可不可以稍微矜持一下？你不要那样子，巴不得我要政协会，一定是大加分。如果是大加分的时候，所有国民党要选县市长的人，所有的国民党立委，是不是会一起出来帮你呼应？我都不想其他的。如果这是个大加分的东西，国民党所有的人一定是欢欣鼓舞嘛，就会唱
郑秀文的眉飞色舞嘛？有吗？你不要吃到小平的口水。不是有吗？国民党有眉飞色舞给我看吗？这条歌我很会跳那个舞。然后我为什么讲矜持一点？你代表的是中国国民党啊。从过年前，然后变成3月前，现在变成4到6月。啊，万一没有嘞，改中秋节，还是要怎么样？你是政治人物啊，你是国民党的法人代表。至于民意支不支持，我都不讲，我只是说，你可不可以稍微不要那么急？东好，有一件事请教一下，其实这个间接也跟两岸关系会有。因为卓奎这次到日本去，然后讲私人或自费这些，那大家也会考量嘛，因为毕竟我们跟日本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可能也避免造成人家的困扰或怎么这些。那这跟间接跟两岸关系当然都会有一些影响。联动，你有亲眼看到那个有啊单据？我看过啊。因为卓奎当然卓奎在镜头上面就有秀出那个单据，可是你有亲眼看到？我有看到。他就208万，对，还有尾数啊，还有尾数，就是他汇款那个单据。我看到一共3张啊，本来要找上一副去，上一副没时间了，昨天周五嘛，所以他还特别对啊，昨天周五嘛，昨天他还特别跟我讲说，你再帮我跟义父兄讲一下哦。他为什么？他那时候是昨天中午请原因很简单，他临时约，因为国民党不想看那个刘黑子弹，对。因为拿个立法院嘛，刘一直在就那些东西嘛。对啊，3张单据嘛，一张是包机的钱嘛，一张是买那个东京那个球场票的钱嘛。再过来从机场到球场要包车嘛。3张单据嘛，一份合约，正式的合约，它是有合约的，3月6号签的，3月7号就飞了嘛。所以他就在等一件事情嘛，到底日本要不要让他去嘛？我们进日本免签证，对不对？可是你要先申请 QR code，否则你就要现场排咯。申请 QR code 就代表官方啦。那我们当然怀疑啊，跟徐小新他们一样，王威怀疑啊，真的都是你出的，所以他秀出的第一张是他的汇款单，上面就是卓荣泰，银行要盖章嘛，钱都是你出的，他就把存折拿出来。他不是900万嘛？对啊，就从银行直接扣掉嘛，所以那个钱是从他的银行户头里面扣掉的嘛。然后呢，那个东京球场那个看票要钱嘛，那个钱我没有问，就没有再问了。好，然后那个现场你从机场来回那个你要包车嘛，那个我就不会再问。我最后多问了一句，你从松子误出去的时候有没有海关？有，因为要盖章，就这么简单。那走松子部的原因很简单，保密。为什么？台北飞东京要顺丰我们也要3个小时。北京如果先知道了，他会被施压嘛？有很复杂吗？没有很复杂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好，东豪说没有很复杂，但整件事情在台湾，来千晃就变得很复杂。松子部也去视察了，然后包括要去看了，要去走一遍，然后包括有没有开过专案会议，然后接下来呢，刚刚讲钱那个就更不要讲了，因为本来在立法院大家都不愿意看嘛，就拿出来一个那个，就国民党不敢把它对赌嘛，你要讲对赌是吧？不是关注吧？因为一拿出来，国民党当场怎么办嘛？好啊，那这整件事情就这件事情，在棒球这件事情，我相信所有的球迷都不想讨论这些，因为大家在打赢韩国开心的要命，但是这件事情显然在政治上会变成政治人物很想讨论这些吗？对，好，因为这跟我跟你讲，它跟间接两岸之间的关系一定都会有影响到。然后接下来呢，就刚讲李正秀那件事情，刚才俊宪委员讲了，他已经摆明了，现在行政部门。所以行政部门也要有压力测试哦，就是接下来他会不断的找你所知，不断的站上去。刚刚讲那个咨询台，然后就跟韩院长来，我要请行政院长，院长上去以后到底要不要开口讲话？他问的问题都这样说，没听到。接下来的画面就是这个样子吗？到了委员会的时候，如果是刘世芳部长对到他，又会是什么样？大家各自要想，因为尤其要想到的是老百姓。
怎么看待各自的想法？老百姓看待的角度一定非常负面啦。我先这样讲哈，就是我讲解每次在讲这个李珍秀事情的时候，都一定要跟中国的国家情报法拿来并在一起讲了。因为并在一起讲了之后，你对他在看他的行为的时候呢，看了大家真正会倒谈的原因从这个地方来了。因为中国国家情报法，第一个，他在他第7条就要求中国的公民，你就是有要负责中国国家情报的义务这是他第7条规定的。那在他第14条里面写的更清楚，他第14条是写说，国家情报机关可以要求中国公民给予必要的支持跟协助。写得够清楚了吧？那请问李珍秀有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是有的嘛。所以换言之，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你没有放弃，那中国就可以要求你要配合他的情报工作。那请问李珍秀有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是有的嘛。所以换言之，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你没有放弃，那中国就可以要求你要配合他的情报工作。他要求你支持，你就要支持；他要求你要提供，你就必须要提供嘛。那更不用说，你看光是这一件事情对李珍秀来讲，你现在的身份是台湾的国会议员，然后呢，中国国家情报机关可以要你要提供，你就必须要提供。然后光是这一件事情，李珍秀本来可以大力的说我是中华民国国会议员，我绝对不会提供的。但问题是你很大方的告诉大家说，国台办在照顾你爸妈啊。你告诉大家国台办在照顾你爸妈啊。那什么叫国台办在照顾你爸妈？国台办照顾你爸妈的意思不就是你爸妈可以被中国国家机关盯着看吗？那所以当你爸妈可以被中国国家机关盯着看的时候，中国政府又可以要求你要配合情报，你就必须要提供的时候，那我请问你能不提供吗？你能不配合吗？好，站在你看我们刚刚讲的是2个条件你本人的国籍按照中国的政府的立场，你就是必须要提供第二个，你的爸妈还在对岸，然后呢，这个中国国家是已经找到，国家政府是找到你的父母，然后你说把他照顾得很好那换言之，2个条件之下，那你要台湾的一般民众怎么看？觉得你真的拿到这些机密的情资的时候，你完全能够把它守得住，我都不会交出去。对大家来讲心里有疑惑嘛？这不就是当初我们对于双重国籍要求这个担任公职的人要对政府负比较高的忠诚义务，所以我们才做这样的条件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珍秀的事情就一般民众在看的时候，我光是想到大家光是去想象说中国要求你要提供资料，然后你在立法院里面面对这些官员的时候，你又可以看到机密的资料。那请问一下，你能够不给出去吗？整件事情民众在想，很容易想象得出来要怎么做跟不要怎么做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即便连民众党自己在做民调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也没办法接受这样的行为嘛，接受的也是少数嘛。所以更不用讲其他的支持者，看起来这个在市场上多数人是不接受的。所以呢，这分2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是对李珍秀个人对李珍秀个人来看，当然这件事情他刷起越多的支持度，他觉得说现在连韩国瑜都支持他，自己这样解读嘛，所以他认为他现在得到支持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当然要把他自己的能够测试的部分测试到最大化嘛。所以对他来说，你看要去索资要去开会啦，这些东西他一定尽量能够把它能做多少尽量做多少。为什么？因为当他在做的时候，我问你，国台办会不会看？中国的国家情治机关会不会看？大家如果看这条路是可以通的，各位这是最简单的逻辑如果中国的国家情报机关在看，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在台湾国会里面，他要去要资料，通行无阻的话，那这不就是一个很好架起来的一条路吗？大家还需要再想什么其他的方式，就有一个现成的立法委员有机会可以配合的嘛。那民众在看的角度也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李珍秀自己的角度他在尽量去做测试可是就另外一边来讲，对于柯文哲来说，我还是觉得他326跟326前跟326后是2个不同的样子啦。326之前呢，他要做他的声量测试呢，他就是需要李珍秀这个角色。李珍秀这个不管用工具来形容他，用旗子来形容他，对于柯文哲来讲，李珍秀有在，他就手上多一个声量的工具，而且这声量工具呢，随时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呢，达到不同的效果，好不好用？好用嘛。只是326之后要面对什么状况，柯文哲要再多想一想。为什么要多想一想？因为326过后，越接近选举的时候，那李珍秀对于民众党的影响就会扩散出去嘛。民众党还是有人要选举的那你不能在选举的时候遇到连菜市场的人都可以呛瞎你说，你们民众党怎么可以让一个中国人到国会里面去，然后有机会接触到我们的国家机密？这种话你知道。我这样讲，在台湾的菜市场里面，多数人在做生意都是与人为善。当然，这个你去拜票的时候你在扫市场的时候，大家不会没事去呛瞎你的。那个会呛瞎你的真是大家看不下去，那个情绪到一个程度，他看到你的时候，他才会去呛瞎
那你去试想一下，民众党的候选人在菜市场里面已经遇到几次这种被枪架的行为，那所以李珍秀的事情再不解决你一直往下来拖的时候呢，民众党的候选人到市场去的时候，还是会遇到同样的质疑跟挑战啊。所以这就是我讲的，柯文哲在326之前，他可能会维持他的状况，但326之后我觉得他的考量可能就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李珍秀这件事一直拖着不解决网络上其实不管是这个白营的支持者或是绿营的支持者啦，对于这件事情在看待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受不了的。OK， 但创下最起码我们在立法院发价书的这件事情，尤其因为今天13号嘛，对，15号发价书的事算解决了吗？基本上就是这一关先过嘛，那后面的再来慢慢审嘛。但是呢，我最近对于台湾的局势我突然放心不少为什么？因为我前一阵子碰到好久不见的李秉颖医师，那在那个 COVID 的时候，他一直跟我开示一个观念：与病毒共舞。与病毒共舞之后，你慢慢的生活就会恢复正常。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这样一个状况，有很多时候你就是与病毒共舞了嘛。李珍秀的事情就是这回事，就拖到明年1月31号，满1年之后，他没有办法，那在地没有放弃国籍证明，没有放弃国籍证明嘛。然后另外一个呢，最早告诉我与病毒共舞是在 SARS 的时候，奇美医院的詹启玄院长，然后那时候他也讲了另外观念，包含李龙腾也讲了。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所有的生命都要求生存的，太强了会有状况。所以呢，过去的时候呢，有34个打不死的模拟起白安状，就跟李珍秀撑到明年1月31号也一样，模拟起白安状，对不对？可是他们最后也知道，如果你的疫苗强力疫苗出来了，我会麻烦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快的1.25兆通通复位了。然后那个整个这个状况，因为鼓励炎可能是很强力的疫苗，所以现在就过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情况慢慢下去，而且社会上呢，慢慢的，最近当然还有一直在鼓吹，一直在政府宣导要去打 COVID 的疫苗，可是很多人都觉得还好吧，就算偶尔发作一下，就让它发作一下，都可以克服的。OK， 但小平刚前面讲的这些事情，因为最近出现包括川博的民调。你觉得是这些综合的影响吗？不是因为他个人吗？是整体上这些事情反射在这吗？大盘的影响，对啊，是这样吗？是因为看起来国民党每一次都这样了，双北一定会连线就你们会打汶川连线，然后因为川博又是蒋万安的副市长，可是民进党看起来的话，包括苏角会这些一定会打北北桃。那民进党已经有人大概释出来就讲说，这次以新北为主战，然后北跟桃配合着这样打。那刚讲的这么多的事，然后看到这个民调，上一次看到民调不是这样的民调吧？是不是？2个月前1月的时候1对1还1月的时候差8%，对嘛？对。那结果呢？那接下来你们怎么办？就是主帅上场最重要，这就是柯文哲的阴谋。我要在你节目讲一下，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拖太久，被黄国昌拖死了。有一点李四川的那个，就是那个我可不可以马上反驳？你们第一个可能是你们要先看一下你们的主席未来影响这个李四川的第二部分我讲3个人，他们面对郑丽文也有刚刚我讲的这个跟那个公卫的概念。你说哪3个？主席第一个叫郑丽文，你们后面还有一个蓝白合要拖，对，蓝白合会让李四川那个定义，他当然是定一尊，但是你知道那个就是会有一个等，第二个容易帮他加分的，本来以为是李四川要帮蒋万安加分，现在会反过来，蒋万安会帮到李四川。第3个侯友宜跟你们国民党的关系，他的社会支持度不是政党支持度，没办法完全转嫁过去。没办法完全转嫁过去。就我讲一个时机嘛。那柯文哲其实他的 DNA 有一个，就是他很自大、很自负、很爱吹牛。他跟高嘉瑜都很喜欢讲，哇，很棒，就他已经变成口头禅，就是他们是这样类型的政治人物。有些人也觉得很喜欢，有些人不喜欢，那个不重要。重点就是他，因为他自大，所以他讨厌蓝也讨厌绿。那最后对绿白合还是蓝白合在立法院，那是看他的利益，那个跟。总之，他就是 DNA 就讨厌国民党，就别人搞成事情，他心里就不开心。大概因为他觉得他全世界他最棒，那所以这种心理的话，就让黄国昌拖，这就
延误了有点军机嘛啊，这是如果这样讲，因为不见得一定3月或4月就一定蓝白合的问题会解决，所以那万一要再拖下去，照你刚刚那个逻辑不是更惨？李四川不可以做我们没有把握的事，包含蓝白合 ，OK， 大家同意吧哈？所以李四川要重新的整备这个军武哈，干嘛呢？就是我要三卡都。我还能够赢苏小慧，这不容易，现在不容易的。那个不要想了，不，听我说，他一定要这样做，因为很简单，因为现在你知道，我讲一些年龄的门道啊，50岁以上对李四川制度很强，所以我派系动员什么？对不起，所有的国民党的派系力量只能动50岁以上，那叫组织，叫陆军。可是现在陆军没有问题，现在空军出问题，20到39。那个川博比较老成的，那个民调比较低，没有那么好玩啊，不是王世坚那个样子等等哈，也不是那种不乖的国民党，不乖国民党就很多年轻票，那老的不喜欢啊，有点像我这样子哈，然后再拉回来哈，所以他现在40到49，马奇诺那个防线先要守住，40到49前面是赢的，所以刚刚东华讲赢正8%，现在这边小输变成怎么样？变成正1%，对不对？因为好，所以这边那你知道他一直在做什么事？你知道吗？那个苏小慧做海獭妈妈的事，海獭妈妈就是瞄准，你知道选举女人比男人厉害多了。40到49的妇女就是国小的家长跟国中生的家长，海獭妈妈她就是日夜一直在做好，所以我们要提出这样的40到49的所谓的亲的这些政见 ，OK， 也叫出来，这第一个。再回到大盘。大盘哦，我觉得他的选举哈就可以，就是跟党中央哈可以切割，不要说切割不好嘛，因为基本盘投不出来也会输哈，统派的票也很重要，就是可以若即若离，但要强力的拥抱蒋万安，就是连线，如武汉三镇，如布达佩斯，因为蒋介石当初做错一件事，你知道，以前叫台北县、台北市，现在叫新北。这个所有的合川的双连市，基本上在全世界的来看，都是同一个行政区。双子镇。所以我觉得他要提出不一定那么快提出统一大台北，这个太遥远。可是淡水河的整治跟方方面面的交通各方面，这两个一定要跟连体婴连在一起。现在是蒋万安帮他的时候，因为蒋万安是全国民党最多年轻票的首长，对吧？大家没有问题吧？这次美丽岛也做了，他有61%的满意度，是隔个河哎，所以蒋万安的飞象过河哈，然后对于李四川是非常重要的。我再插一段，因为对国民党来讲有一个原来没有评估到的，但是如果那个情绪真的存在的话，他是少数哈换党做看。超过继续让国民党执政，35比28了。那这个情绪，它不一定是需要苏小慧，很少见。这个未来民进党赖清德也会面到，换那个执政久了。OK， 你如果不能打破那个心理那种情绪的话，会很麻烦。郑建伟觉得这次看到那个川博这个民调，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一些逆转？刚讲到是大环境、大盘，包括从不管是军购的事，或是郑主席讲的政协会这些，还是因为个别刚讲蓝白合被拖到，你觉得有什么原因？我觉得跟国民党的路线绝对有关系。你看哦，在之前我常提到一点，李四川。其实我们跟他也不熟了，但是他在台北市做副市长，他根本没有宣布他要选新北市，他也没有在新北市跑嘛，他的民调很高，对不对？那时候大概随便都赢苏巧慧10几%，也赢到20%，结果现在这个李四川正式宣布参选，民调只赢苏巧慧1%。为什么？这很奇怪吧？你政治参选，那还得了？所以这几天的我们看，国民党内部在地方上蒋万安也好，侯友宜也好，都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故。那为什么李四川的参选反而跟之前他那个高人气又在民调上，怎么随时掉下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国民党的路线问题。就是当他宣布参选，大家就认为你是国民党的参选人，
所以把国民党的负面摆在这，所以我们要寄厚望于郑丽文啊。那个国民党整天啊，就是说过去会认为啊朝野会乱，民众都很讨厌，那这是很清楚的。像国防预算，其实它是很多数民众赞成，而且连美国都很少见的话讲那么白，就是施压力给国民党，因为美国人这次会特别的生气抓狂，因为他了解知道国民党的反对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介入，而且连美国都很少见的话讲那么白，就是施压力给国民党，因为美国人这次会特别的生气抓狂，因为他了解知道国民党的反对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介入，所以这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出来哦，像赵少康他的公然，我记得郑丽文好像坐他旁边，他站出来讲话毫不客气赵少康讲的总归一句话，就是郑丽文的路线你要调整，因为今年要选举了，你还在那边亲共舔共，因为国民党其他人都心里都知道啊，郑丽文整天想要去见习近平，当然要搞死你民进党的国防预算嘛，那今年选举怎么办啊？所以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民党今年大选就会有这样一个危机。那国民党有没有解决？我觉得国民党有开始要解决。你看今天那个协商就是那个发价书，美国不是发了3月15号，对，今天大概就很快的协商通过了。我们就授权给国民党，不是授权给国安部。对，然后接下来还有嘛也就是说，像这样子的。至少让国防预算、军购采购、军购案，有开始启动。我认为也是国民党要准备拆炸弹。只是国民党现在压力反而比民进党大。因为国民党要做到不能让美国生气，又不能让中共翻脸。因为他心里，你知道心里老是想着要去见习近平。政治本来就是要拿捏的，对政治。可以吗？可能吗？我觉得要尽量对。过去是可以的，所谓的保持等距。但自从美中对抗以来，不是只有台湾了，欧洲各国也是啦，日本因为韩国没有所谓的等距了，全部给我选边站。美国现在就是集结就是所谓的民主自由阵营来对抗所谓的中共啦、伊朗也是嘛，俄罗斯嘛、北韩这些集权的的这些国家嘛，那所以你国民党在这个时候，你等于去搞到美国，因为这不是你台湾内部问题，为什么？因为这是美国的整体全球，尤其是印太战略，那你其中台湾是最重要，而且你台湾受到中国威胁最严重，那你台湾自己卡住你自己国防预算，而且还是因为中国介入才会这样，所以美国当然忍不住他要介入了。美国国会议员提的把你这些反对的国民党立委所以你如果亲人躲在美国的绿卡取消你金银珠宝这样就没有武德嘛？不是，你金银珠宝，小朋友嘛，你没有你就不怕嘛。这时候讲武德，就是说。川普是不讲武德的。这一招美国曾经对付过中国呢，他今天拿来对付过中共，也对付过普丁啊。对所以今天拿来对付你国民党，他一定会弄我们的啦。他不讲武德了。你们这些人整天骂美国，你们的妻子小孩小三小四金银珠宝全部藏在美国，那美国当然弄你对，张哥，最后1分钟，一般刚俊文一般如果要宣布参选，大家都说有一个蜜月期或民调或者。但这次看起来对川普来讲的话，前面显然都没有享受到这一块。那接下来，未来还有8个月。那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了嘛。对，他都已经宣布市议会那个台北市政府请辞嘛。对，所以大家就知道就你了嘛。不会有什么酝酿什么太刺激的过程。那第一个
第二个，前一段时间他弟弟的事，这是属于他们家里面的事情的波及。第二个，第三个是整个党的亲中路线。第四个，你立法院表现所投射出来人民对国民党的看法。其实它是一个有家庭因素、个人因素、整体的因素，它不会是那么一个单纯的因素。所以你注意看之前的民调，以那一个区来算，他输的只有1个区、2个区。你看他现在输的区，板桥什么那个都大区都输了。你看他之前年龄层苏巧慧只有1个年龄层，现在他只赢了1、2个年龄层。那个局势的倒转，他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民进党的策略队，我提名提得早，整合跟下去跑拉人的那一个期程。拉长以后，对他们的团结跟下去争取支持的时间拉长的时候，先走，有时候会先赢。OK， 选战当然还剩下8个月左右。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大家观察重中之重，新北一定是个地方，包括蓝白合是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整合？那对蓝白推出来的候选人来讲的话，会有大幅加分的作用吗？那双北的连线又会是怎么样？尤其是大环境，包括各政党之间、两岸之间的论述或各方面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